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6号星期五，这周时间过得真快，又要周末。今天轻松跑，还约了观众。今天早上看社交媒体，我就琢磨，我们聊点什么呢？我想最近吧，有个2、3期，跟大家分享分享，叫跑步自媒体的内心独白，好吗？今天一会儿家属来，我们拍点东西，拍完见完观众就回去跑个10来公里。到。到。我今天早晨太忙碌了，刚才一直在大阪城一边跑，然后在拍各种东西。这2天就自媒体，就是你突然一有事儿的时候就好多事儿，你没事儿的时候呢就完全没事儿，就每天正常拍摄。跟观众约的6点40，我6点38才在喷水池那儿拍完，然后见到他，让人家等了10多分钟，他来的早。你看这一片地，这一片是新修这一片商圈的绿地，感觉还不错。为什么想说这个呢？就是今天有人在一个帖子里艾特我说，就总有那种帖子嘛，说大家喜爱的跑步自媒体啊，或者怎么样。然后我看有人评论就说，当然他并没有说我，因为人家那个热爱的自媒体里没我，人家说的就是完成了6大满贯的。然后就有人说这个有腿就可以，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就这我必须得杠一下。我有时候其实不爱说这种话，你们看我其实也不怎么提说我跑了6大满贯呀什么什么这种东西，但是真心话啊挺不容易的。当然你如果是那种比方说有赞助，然后有领队，然后比方说就像我老跟大家分享那些年，大概2016年左右有那种20万，这1年就全给你包了，就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去。那我觉得那位小伙伴说的呢，可能也不一定全错，确实是我能跑下来，然后我就行了。因为有的那些连签证啊这些啊都管。但是呢，我就想我是怎么完成这6场的，真的挺难的。就是我这6场全都是自己弄的，抽签也好，或者像伦敦那种买名额也好，然后所有的签证，然后机票、酒店，有的是跟家属一起去的，有的是我自己去的。2016年第一次来东京，就是很多东西可能大家没有这个，就是他不是说没有这个概念，可能您没有遇到您想不到的困难。我举个特简单的例子，东京马拉松报名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说的都很清楚，东京马拉松报名只有英文跟日文2个表单，海外填英文的。但是呢，姓名那儿呢，他那英文当时还用的不是 family name 和 given name， 而是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。那就有个很麻烦的事情，在日本 first name 是姓，在西方国家，大多数西方国家 first name 是名字，在中国我们也是姓，那我到底是填李博还是博李呢？就纠结。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海外参赛的经验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上网查各种攻略。那时候的互联网也不像现在，然后把这个搞定了，然后还有跨国邮件的事情。像日本的比赛，那个时候他没有现在这么的无纸化，他是给你寄一个领物单，一个大白信封，那时候都叫大白信封，拿着那个去博览会领东西。然后往中国寄呢，10有8九是到不了你手里的，
我就没到了，就没有。然后又查攻略，人家说不用着急，到现场拿着证件也可以，先补印一个 OK。东京马拉松是我第一次知道，海外的马拉松基本上都是靠你的名字和生日确定你是你，而不是看你的证件号码。那也是第一次。然后在东京领东西，那次是我家属带着我和家属的2个妈妈，我们4个人的一个小旅行团。那是我第2次来日本，也很不熟悉。我们在台场，就是博览会那儿，还走丢了，就2个妈妈跟我们走散了。然后碰巧他们2个的手机都没法联系。那是赛前的第2天，前2天。然后甚至那个时候坐地铁，都还是觉得是北京的习惯，就是我到这站我出这口出来就行了呗。就比赛当天早上起来在新宿，那新宿太大了，我绕着那公园绕了2圈，因为它不同的区域入口都不一样，而且起点特别大。这些都是叫什么文化冲击，或者是等等的吧。像后边去柏林，你看我们没有在小费习惯的国家生活过，我跟家属其实还算是那种比较的知道这些的。但是有一天早上起来忙忙碌碌在一个地方吃早餐，然后吃完以后结完账就出来了，就忘记小费的事儿，还被人追出来。虽然说你不能说谁对谁错，但是入乡就随俗，这些都是有点小尴尬。对，就是有时候旅行中就是一些小小的东西会让你觉得有点沮丧。然后我们第一次弄美签这个事情，我都没跟大家分享过。像我跟家属弄美签其实很顺利，就那时候也不像现在约的这么难约，就约了就去了，在北京使馆，然后办下来了。办下来以后，我们是2017年的年初办的，因为要去2017年的芝加哥马拉松。然后2017年的夏天有一个假期，我们就去了冲绳旅行。然后这边的工作人员在盯我那个护照的签儿的时候，好像是买免税的东西还是什么，把美签的也给盯上了。虽然说你把那钉书钉拆了谁也看不出来，但是呢特别的焦虑纠结。然后我又去重新签了一次，其实这你不能换的，你就得重新去面一次试，所以导致我跟家属的美签到期时间都不一样，还多花了1000多还是2000多签证费。那在芝加哥跑完以后生重病，严重的流感。后来伦敦马拉松也不容易，那个名额有人说有钱就行，但是说句不好听的，就像现在我有时候想说我要装个 PC 玩一玩，为什么不装呢？不是没钱，一方面是这儿的店比较贵，当然这也不是主要原因，重要原因是我懒得去研究了，我有钱我都不知道买什么。伦敦的名额也是啊，你说你要去看买谁家的，哪家的靠谱，慈善是怎么回事，旅行团是怎么回事。当然我说这些前提都是我这些真的都是自己 DIY 出来的，我没有领队，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品牌说帮我去赞助我一场比赛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自己这么弄，打怪升级。而且就算有人帮，你说那些自媒体们，完成6星自媒体们，他也不是天生就是干自媒体的，他可能也是转行或者怎么着，一步一步，谁也不会说我现在有一份工作，我自媒体是0，我现在就裸辞从头开始，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，大部分都是一步一步奋斗出来的。所以多一些宽容。我有时候就是我看别人会先看看他的优点和长处，没有谁是什么时候都对，什么时候都错的，也没有谁他就一定是个好人或者一定是个坏人，对吧？真的出国参赛挺难的。你看日本的护照
是和新加坡几乎总是不是他第一，就是新加坡第一这种能免签最多的地方。但是日本几乎是发达国家里人们出国意愿出去玩，不光是比赛，还有旅游啊什么的，几乎最少的国家，根本就不在一个段位上。他们没有护照的人，在发达国家里的比例也是特别多，甚至比可能比例没有我们多，对，但是在发达国家里的比例也是非常大。就是这样，人们都是习惯在舒适区待着的。但是有时候舒适区是什么呢？跟大家聊两句。今天跑了10公里，从这儿到我们家还有1公里多。走2步聊两句，就是舒适区，就是你看在北京那时候，我每天早上起来跑步，然后回家吃饭，白天工作，然后晚上睡觉，哎，这是我的舒适区。那我想做自媒体，我想把这事儿做好，那有时候就会有拍摄。这两天我跟家属在说，我说这两天被快递折磨得要疯了。平常不重要的东西从国内寄过来，3、4天、4、5天就到了。这回有个我很期待、很重要的东西，而且是第一次人家给我寄东西，得最快估计得今天才能到，已经第10天了。就要不然就是国内清关慢1天，因为赶上了端午。要么就是到这边出问题。一般像这边的包裹，我那个是前天下午到的日本，就清完关到日本清完关，一般是昨天早上我就能拿到，所有的都是无一例外。然后这次这个件到昨天到下午都没有进一步进展，以为丢了呢，就各处问各处催，这些都是要承担的心理压力。还有就是拍摄呀、时间呀，比方说像今天，虽然今天我的目标本身也就是轻松跑，但是从4点半我跟家属就起来了，然后在家商量，然后呢准备一下，5点半不到就出来了，在大阪城一直拍到6点38，我特别记得6点38，因为我没迟到，跟观众约了6点40，拍到6点38，把要拍的都拍完了，而且还特别赶。而且你想这样，我们不是专业的媒体人，所有自媒体都不是专业的媒体人。像有的那些大家看到火的自媒体，有专门的编导、有摄影师的还好，像我们俩自己摸索，我们也没有摄影基础，然后拍的时候还磕磕绊绊，有时候还顶2句嘴，就谁都是，我觉得都不容易，都是从小到大走上来的。我就特别开心的是，咱们频道的观众好像都挺希望我能挣点钱的。我就努力呗，目前这两个月表现还行，继续努力，这也不是说发牢骚，就是真情实感。当然了，你就别说小小的自媒体了，公众媒体啊，只要你出来说话，你就要做好被人可能不管是误解也好，或者是评判的心理准备。对，这个大家都能理解，都明白的。行吧，我轻松跑2公里回家了，那咱们一会儿再聊。6月6号星期五清晨7点40，晨跑结束。今天就轻松跑了一个12公里，而且中途拍了拍东西，跟观众见了个面，从加州来的观众好远呀，来旅行，聊聊那边的马拉松。我说，每年能参加波士顿真好，我去一趟太贵了。今天其实也是突发奇想，想跟大家聊聊这些。我觉得虽然跟跑步这些就跑步经验呀什么的关系不大，但是还是希望我们这个频道是一个自媒体嘛，就是我自己，然后我想更多的把真实的东西展示给大家。对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今天轻松跑，然后明天看看有没有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因为今天小伙伴们在大阪城跑了20个2分钟快1分钟慢，跑的我看都挺顶的。明天不知道是个什么计划，今天我实在是顶不动了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